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了。前些天有个本地的大哥告诉我，他有一栋房屋闲置了10多年没有人住，让我过来看一看，顺便拍个视频。那我好不容易在路边找到一块稍宽一点的位置，把车停了下来，从这边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所要去看的这栋房子我们是无法走到房子的院子里面去看的，只能从它的对岸去看这栋房子，而且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房子周边的环境。那镜头前方是一处隧道，大概长33米左右，这边距离城里面有2.5公里，交通是很便利的。底下是很深的一条峡谷，可以看到隧道的两旁分别有2幅对联吧，但是那边呢已经看不到了。这边还可以看到写的是惊醒有水千秋木，那边的字已经非常的模糊。这边长了很多爬行类的植物。这条隧道呢是后面修的，以前的老路是在这块。现在我们从这边走过去，就可以看到这栋房子了。这位大哥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可以不用租金，让我直接去住。但是我实地看了之后估计给我钱我也不敢住。那朋友们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，不要房租，给我钱我也不敢住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主要是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确实挺感觉不可思议的。这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条峡谷，从这边绵延进去有10多公里，都是这样的大山笼罩着，底下是一条河流，也是幽水河的支流。河里面已经起了雾，里面的水这个时候不深，因为刚刚是大端午过后，担心这边会涨水，所以底下的水坝呢已经开始泄洪了。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呢是紧挨着路边，建在悬崖峭壁之上，非常的险峻。这边是一条省道，平时过往的车辆还是挺多的。大山里面植被是非常丰富的。那我们走到这个位置还算比较开阔，以前的老马路是从这边绕过去的，但是这边呢修通了隧道之后，这边就没人走了。这条马路呢也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，通过航拍的镜头待会儿呢大家也会看到。先看一下这条马路过去呢是有一栋房子的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非常的险峻，就建在悬崖峭壁的上方，底下就是一条河流，那边是一条马路。那栋房子呢是一栋2层半的砖房，建的还挺好，但是它的房屋地基看起来特别的险。底下就是幽水河的支流，水流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得到。山里面下了雨之后特别容易起雾，可以看到河里面的水并不深，这段时间呢都在泄洪，主要是担心上面的水呢会长得大流下来，所以先把底下的水给排走。那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就在镜头的前方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我们只能通过镜头，待会儿呢通过无人机结合一起来看。这栋房子建在那边的山坡上，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好像是没有路可以走得通。以前这户人家呢常年都在那边居住，就是因为交通太不便利了，所以他们家呢已经搬到城里面去了，房子闲置了大概有15年左右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楼层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两边是有2处厢房，
分别是一个厨房加上一个应该是杂物间之类的。房子的院坝没有多宽，已经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但是呢也是长满了杂草。房子盖的是琉璃瓦，翻修过的，包括这栋房子的两边偏房盖的也是青颜色的琉璃瓦。房子的外面有一点点芭蕉树，旁边还有个杂物间，但是上面的瓦片呢已经是坏掉了。房子的旁边还有条小溪，顺着崖壁流下来的。这栋房子的主人家是前些天给我打了电话，让我过来看一下房子的整体情况。但是我来到这边实际看了之后啊，我确实有点犹豫。他说房子的环境是非常好的，房子不要租金，让我去住。如果能改造就适当的改造，不能改造的话只要房屋不要把结构搞烂我随便去怎么做都可以。把整个院坝呢打理出来里面的房间基本上打扫就可以入住的。但是我看了周边的环境之后，我确实有点胆怯了。在这样的深山里面独栋的房子，而且周边的地势大家也看到了，确实挺让人担心的。虽然周边的环境是非常好，但是我在考虑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栋房子它的道路怎么过去的。我在周边看了一圈，好像都没有路能够走到那栋房子。难道是从底下坐船然后再步行走上去吗？我们从这边可以看一下房子的背后这座山峰非常的高，上面好像也没有路，周边都没有人家。而且出门了之后这栋房子感觉都没有地，只是房子的门口有一小块空地，感觉是可以清理出来种点菜养点鸡鸭的。这个位置可能是可以走到河边，在这边钓鱼倒是挺不错，主要是这边如果没有船过去的话也是极为不方便的。那现在我们随着无人机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一些景色。实际上房子距离城里面也只有2公里左右，交通呢还是挺便利，唯独进入这栋房子的道路呢现在是找不到了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栋房子是建在悬崖边的，而且一路过来道路都是开凿悬崖而建，感觉得出整个这个峡谷非常的深。在湘西我们这样的地貌呢是非常多的，因为湘西就是被大山给笼罩着，老百姓的房子大部分都建在马路的两边，有的时候甚至于建房子都没有地基，都是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房子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，有的呢都是打了水泥的立柱，在上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空地的位置就建了房子。大山里面的生活确实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个人感觉这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，这栋房子呢建的也很巧妙。对面的山上呢几乎只有那一小块空地，刚好能够建一栋房子。也不知道当年他们家为什么会把房子建在对面的山上。喜欢安静的朋友，我觉得倒是很不错的一处地方。这栋房子肯定是没人打扰，平时想过去一趟都非常的难。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不要租金让你去住，你愿意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拍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朋友们，上期的视频我们不是看了一处无人村吗？就在镜头的前方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几乎那些房子啊都建在快山顶之上了。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，我不是在村子里面遇见了一位老乡吗？他告诉我说，村子里面有2栋木房子，现在还是可以住人的。而且他说，在无人村的下方，也就是现在我来到的这个位置，有一栋砖房，也是可以住人的。当然，他说这栋房子呢，需要简单的装修，清理一下，还是可以住人。而且这边呢，车子可以开到院坝。那我们就这期视频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这位老人说，这栋房子啊，差不多有15、16年左右没有住人了。看院坝还挺宽，房子的旁边呢还有大概快1亩的地，可以种菜的。这边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从山里面把管子用水给牵引回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还是流着水的，看到吧？水质是非常不错的，地势非常高，门口的视野特别好啊。这是一栋2层的砖房，80年代所建的房子，房间还挺多的，目四下大概有10多间呢。下面有个楼顶可以晾晒衣服的，从外墙的贴砖都可以看得出，这栋房子还是显得有点古老。窗户呢都是用木质结构做的，里面是用钢筋做了防盗窗。旁边的地倒是挺宽的，这一大块都可以清理出来种菜，而且在这边的山里面养养鸡、养养鸭，再养点羊、养牛都是挺不错的。那处寨子啊，比这栋房子更高一些，有条路可以上去的。上一期的航拍也给大家看了。那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是否能够把它给盘下来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在这边，我觉得算是隐居吧。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说，想我在大山里面找一些山景房，风景非常不错的地方，独门独院，用来隐居养老嘛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我和那位老人我们交谈了一下，他说这边因为都是闲置的房屋，基本上没人要，稍加的清理打扫就可以入住，而且费用是非常低的。这边里面我们看有些什么，有人在这里面养鸡之类的，看有很多这些灯泡，平时可能在这边养鸡因为要有一些热度吧，但是现在好像也空着了，现在也没人管理了。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浪费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这边还有楼梯可以爬上2楼的，这边有一处小卧室，可能偶尔呢还是会有人来这边，因为这个地方呢交通还是挺便利的，车子可以开上来，所以呢平时偶尔还是有人过来。看这个楼梯的过道打扫的还是挺干净的。这边有10多间房，甚至于可以好几户人相约来到一起，到这边住下来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看这个每个房间将近有20多平，可以放一个床，还可以放一些简单的家具。每个房间都是有窗户的，通风透气也比较好。这些有些骨壳啊，应该都是在这边养鸡的。
这个地方感觉也是一个鸡圈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没人在这边养了。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旁边的这块地，挺宽的，长满了杂草。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，看门口的视野特别好，一眼可以看好几千米呢。对面的山头今天也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山里面平时下雨会起雾，今天太阳还比较好。这套房子啊，结构都挺好的，稍加的清理打扫卫生，如果比较讲究的重新装修一下，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适宜在这边居住的。这边距离县城有43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级市有8.5公里。这栋房子因为顶上没有盖瓦，也不知道像这样子时间久的房子会不会漏雨啊？感觉应该是不会的。它的顶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甚至有在想，这个房子的顶上可以给它清理出来，种点花花草草、盆景之类的。到了晚上或者闲暇之余，可以在这顶上喝喝茶，搭建一个凉亭，也是挺不错的。因为这顶上的风景更好，视野更开阔。房子的左手边是一座大山，挺高的，就像一个山窝窝里面的。房子的背后也是这样的石头山，大家不用担心泥石流啊，这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山里面都长满了树，这背后呢是一大片的板栗树，到秋天的时候可在这边捡板栗的。这边啊也是一座山，整栋房子呢都被周边的大山给包围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进入房子的马路，还挺宽的，将近有5米左右。而且进来之后，独门独院的房子，旁边都没有邻居。在那边如果做一道院门的话，整个这一片都是非常私密的一个院子了。我的车呢是刚刚开到这边，我就没开下去了，因为底下的路呢没有硬化。这边是主人家种的一些玉米，他是偶尔才上山来种这些庄稼。朋友们，刚刚我数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2楼是有4个房间的，1楼有3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加上厢房的2个小房间，差不多这栋房子就有10个房间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有那么2、3户人，几个玩得好的伴，一起相约来到这边，把这栋房子给盘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周边的地啊都给它打扫干净，然后种点花花草草，养点鸡鸭之类的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用来生活、定居、养老，倒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我也问了那个无人村的老人，他说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比较长，如果谈得好的话，价格也会很便宜的。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最险的，现在呢我就要沿着这个楼梯往上面走，几乎是一个垂直的，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这边的崖壁之上都是悬空的，当我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如果突然的断裂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壮着胆子往上面走吧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，位于湖南省湘西州德夯大峡谷里面。这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地方，在峡谷里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而且是非常陡、非常险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跟着这条石板路啊往山上走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景色。这个地方也没人居住，
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羊肠小道呢？从这些石板小路看得出，上面都已经长满了青苔。估计啊，这条小路修建的时间最少应该是好几十年了。上面已经长满了杂草，应该是很久很久时间都没人走了。眼前是一道瀑布，落差10多米。到了冬天，水流量不大，但是可以看得到底下的水非常的干净，可以看到底的。我的朋友呢，在那里拍短视频。我们要继续往里面探秘，看看这条路到底能走到哪个位置。非常的陡啊，从这里走上去。这边还有一根钢丝绳，是不是上面更险一些呢？现在也不知道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啊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越来越陡了，这边路啊确实不好走。我在想，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不是这边的老百姓住在山上躲避土匪的？现在已经荒废了，这条路没人走了。前面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有一座桥的，但是呢，可能夏天的时候这边的水流特别的大，把这座小桥给冲垮了。现在人只能这样子过去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地方啊，景色真的非常的美。我走了差不多1、2个小时了，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瀑布看到了10多个，很漂亮，非常的美啊。哇，这边的路可能更不好走了。这上面啊，估计很滑，这些石头不知道稳不稳。我们现在都已经走出了一身的汗，我的朋友还在那里拍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景色怎么样？大自然里面的野瀑布，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不走进来，根本上发现不了这里的美景。这么高的山上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水，很多人都说水往低处流，但是它的源头就在山顶上，非常的神奇吧？在这个位置休息一下，实在太累了，一身的汗。虽然现在到了冬天，温度有点低，但是现在开着太阳，又连续的爬山，一身的汗，很累啊。这条路啊，一直往上面延伸，也不知道到底能走到哪里。我们还要继续往上爬，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我们古月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哎，朋友们，有的时候啊，你们看到一些短视频就是这样子拍出来的，为了一个镜头啊，很不容易。有的要趴在地上，看到吧？前方是一条瀑布，非常的美吧？那边我们发现了一条路可以上去，看到吧？那边有个梯子，爬上去。可能这个位置不太好拍，待会儿呢，我爬上去的时候，可能我要把相机给收起来。现在我的朋友先上啊。这个楼梯还是一个钢管结构的，
到底是谁在这个地方建了这样一个楼梯呢？难道在这山上有人住吗？有人隐居吗？非常的奇怪啊！这边感觉就是一个水帘洞。如果到夏天的时候，这边水流量大的时候，这底下都是应该是干燥的，但是外面应该是一层瀑布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边。感觉这个石头啊都要掉下来了，非常的吓人。这底下全部都是悬空的，只有这样的一块崖壁掉下来的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吓人呢？如果断裂了之后，人爬上去掉下来，那不得了啊！朋友们，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最险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沿着这个楼梯往上面走，几乎是一个垂直的。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这边的崖壁之上都是悬空的，当我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如果突然的断裂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壮着胆子往上面走吧。其实啊，在我脚底下凿开的这样的一个踏步，看到吧，只能放一个脚，一只脚踩在上面。当年啊，开凿这一个踏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这边啊，感觉是一个观景台。我是从峡谷的下方走上来的，沿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上面走，中间经历了大大小小10多个瀑布。这边呢，已经来到了瀑布的源头，周边都是悬崖绝壁，非常的高啊。那一股水呢，应该是从那个位置流出来的，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山洞啊。但是在顶上好像还有一条人为修建的栈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扶梯的。这边继续有这样的台阶小路往上面走，但是看得出啊，这两个地方原本应该是不是串联在一起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全部都给拦起来了，应该是从山上的人走下来，走到这个位置截止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从山谷往上走的，到底上面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的朋友说，从这里上去，就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扶梯的那个位置，那里是一个山洞，水就从那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继续沿着这条栈道往上面走，是一个悬崖的寨子。今天的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继续往上面走了，我们要沿路返回。等到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开车从上面走，去到那个寨子，给大家拍一个寨子的景色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要原路返回了。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一段应该是最难走的，看到吧，非常的陡峭啊。我想好好的走路，不敢拍了，但是这么惊险的镜头，我想留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哦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水帘洞的下方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真的是毛骨悚然，我一个人挺害怕的。
这边立了一个牌子，但是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字，看不清楚啊。并不是看不清楚，而是我不认识。水帘洞，对不对？水帘洞。给大家看一下水帘洞。洞内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一片石头凸出来的，掉下来非常的吓人啊！刚刚就是爬到那块石头上面了。看，我的朋友正在下扶梯，水就是从这边流，非常的神奇吧？看这片崖壁啊，感觉是非常的薄，很可能要断裂一样的。那边呢，那一块也是这样。但是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，根本上不用担心它会断裂，只是看着很害怕而已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已经走下山了，整整走了差不多4个多小时，上山非常的困难，下山还容易一些。这后面呢，就是德夯大峡谷里面的流沙瀑布，往这里面进去。这边呢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走的位置，这是银莲瀑布。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开发的，从山谷里面走，看起来没有多远，实际上走下来2、3个小时，非常的艰难。今天呢，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美，但是啊，有几个地方朋友们还是得注意了。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大山里面蛇非常的多，来到湘西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